星际访客 3I 阿特拉斯到底是什么？它表现得十分怪异，外观反常，运行轨迹也十分诡异，构成的物质也非同寻常。而且，在我们对它展开研究的这段时间里，新的迹象显示，它或许早已开始观察我们，而且时间远超我们对它的研究时长。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组近期拍摄的 3I 阿特拉斯图像。这些照片由天文摄影师在非洲南端纳米比亚的偏远沙漠中拍摄。纳米比亚沙漠本就是地球上光照极少的区域，而摄影师们还巧妙利用了月食的时机。当时地球的影子遮挡了所有本应反射到月球的太阳光，这实际上营造出了最黑暗的天空环境，也因此让我们得以清晰观测外太空。彼时，摄影师们本可以将镜头对准太空中的任何天体，但他们选择在取景器中锁定 3I 阿特拉斯，而他们看到的景象令人震惊。这个天体在夜空中发出了明亮的绿色光芒。然而，根据我们目前对 3I 阿特拉斯的了解，它本不应该发出绿光，至少目前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理论能解释它为何呈现绿色。要知道，科学家和天文学家们普遍认为 3I 阿特拉斯是一颗星际彗星，这意味着它与我们观测到的其他彗星大体相似，周围环绕着巨大、明亮且模糊的气体与尘埃云团，也就是彗发。同时，它还拥有一条扇形的彗尾。但这颗彗星又有不同，它来自银河系中某个遥远的恒星系统，所以我们原本就预料到它会有些特别。可问题在于 3I 阿特拉斯的一系列行为完全超出了常理。比如，彗星发出绿光本身并非罕见现象，正因为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我们对产生绿色光芒的化学过程也了如指掌。当彗发中的碳分子暴露在太阳的紫外线辐射下时，就会呈现绿色。具体来说，这一现象由双原子碳引发，也就是两个碳原子相互结合形成的分子。因此，若 3I 阿特拉斯是一颗普通彗星，其表面周围应该存在大量此类碳结构，在太阳光照射下就会发出绿光。但今年夏天，天文学家动用了几乎所有主流望远镜对其进行观测后发现，3I 阿特拉斯实际上缺乏这类碳链分子，它根本不含 Cr。可事实是，它确实在发出明亮的绿光。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无从知晓。有人猜测是外星人所为。此外，我们还发现 3I 阿特拉斯的彗发中充满了二氧化碳，这与双原子碳完全不同。二氧化碳确实会让天体显得异常明亮，但它绝不可能使天体呈现绿色。而且，彗发中如此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本身就很反常，其含量远超彗发中的水蒸气含量。这与普通彗星的构成恰好相反。普通彗星的水蒸气含量通常远高于二氧化碳，但这还不是 3I 阿特拉斯彗发中唯一的异常之处。它的彗发中还充斥着金属，尤其是镍。不过，彗星含金属本身并非罕见现象。真正怪异的是 ，3I 阿特拉斯此刻就出现了金属挥发的情况。许多彗星的构成中都含有金属，这些金属通常会蒸发并进入挥发，但这一过程只有在彗星极其靠近太阳时才会发生。只有太阳的高温才能让金属蒸发，而 3I 阿特拉斯目前并不靠近太阳。天文学家首次探测到其彗发中的镍时，它还处于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区域，因此目前没有合理的科学解释能说明它为何会释放大量金属，尤其是镍。除非 3I 阿特拉斯是一艘外星飞船。要知道，火箭发动机通常由镍含量很高的金属合金制成，当发动机启动时，大量镍会随废气排出。巧合的是，废气中也会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当然，这种外星飞船的猜测很可能站不住脚，但 3I 阿特拉斯在太阳系中的运行方式也同样反常。不过，这或许与是否存在火箭发动机无关。有意思的是，在我们观测 3I 阿特拉斯的整个过程中，它的运行轨迹和速度几乎始终保持稳定。自今年5月初首次被发现至今，它的速度没有加快或减慢，运行方向也没有发生任何显著变化。这听起来或许没什么特别，但如果它是一颗普通彗星，其运行状态本应变化更大。要知道，彗星在靠近太阳时会受热，导致其物质融化，而这些气体的释放会像推进器一样推动彗星在太空中移动。因此，普通彗星的速度和方向会根据其朝向太阳的一侧发生变化。我们将这种运动称为非引力加速度。
通常会测量其一天内的平均位置变化幅度。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3I 阿特拉斯已经发生了多次升华现象，它曾形成过一条朝向太阳的小型彗尾，如今这条彗尾已逐渐延伸变长，且方向转为背离太阳。即便如此，3I 阿特拉斯每天因非引力加速度产生的速度和轨迹波动仅约 1.5 公里。我们可以将其与星际三体中最正常的 2I 鲍里索夫进行对比。2I 鲍里索夫每天的非引力加速度波动超过100公里，平均波动幅度约为 3I 阿特拉斯的100倍。有人可能会提出一种解释，3I 阿特拉斯体积更大，因此更难被推动。这听起来有道理，但我们可以再引入一个对比对象——海尔波普彗星，它是人类在太阳系中发现的最大彗星之一，体积至少与 3I 阿特拉斯相当，甚至可能更大。观测显示，海尔波普彗星每天因非引力加速度产生的移动幅度超过10公里，仍是 3I 阿特拉斯的约10倍，而奥陌陌的波动幅度则远超上述所有天体。在某些时期，它每天的方向变化幅度甚至超过1000公里。因此，即便与其他星际天体相比，3I 阿特拉斯的运行方式也异常怪异，它的轨道稳定的不同寻常，甚至让人觉得这种稳定是刻意为之，仿佛有人在操控它穿越太阳系。当然，这一现象或许存在自然科学解释，但我们不妨大胆假设，如果 3I 阿特拉斯真的是一艘可控飞船，那么它不仅能保持轨道稳定，理论上还能随时改变运行方向。目前我们预测 3I 阿特拉斯在穿越内太阳系时，最终会处于太阳与地球相对的另一侧，因此我们将没有机会近距离观测它，它也无从观测我们，除非 3I 阿特拉斯能在经过太阳时减速，最终停留在太阳另一侧，等待我们发现。这里还有一个或许站得住脚的大胆理论，你听说过 WOW 信号吗？这是1977年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天文学家利用大耳朵射电望远镜发现了这一信号。这台望远镜就像一只大耳朵，专门监听太空中的异常信号。有一天，他捕捉到了一个极其怪异的信号，以至于分析数据的研究人员直接在纸质打印稿上写下了哇一词，哇，信号也因此得名。让研究人员震惊的是，这是一个能量极强的窄带射电信号，持续了72秒，且源自外太空深处。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信号并非来自人类的任何技术设备，也不是来自太阳或太阳系内的任何行星。我们只知道它大致来自人马座方向。哇，信号的第一个反常之处在于，要向外太空发射能跨越星际距离的窄带射电信号，需要极其巨大的能量。如果这个信号是外星人发出的，那么他们的文明必须先进到能够利用恒星能量。如果这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它一定源自恒星内部的某种特殊活动。哇哦！信号的第二个关键特征与氢元素有关。氢是已知宇宙中含量最丰富的元素。宇宙中存在一种氢谱线，也就是氢原子产生的射电频率，特征频率为1420兆赫兹。而 WOW 信号的频率，正如你所猜测的，恰好是1420兆赫兹。因此，如果你想向银河系发送一个简单的信号，且确保任何拥有先进科学知识的文明都能识别，那么以氢谱线频率发送信号，或许就是最佳选择。然而，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再也没有探测到任何与 WOW 信号相似的射电信号。WOW 信号与 3I 阿特拉斯的关联之处在于，天文学家通过逆向推算 3I 阿特拉斯的运行轨迹，确定它的起源方向，也大致指向人马座与 WOW 信号的来源方向一致。这绝非偶然，也让一些人开始猜测 WOW 信号的真正来源或许并非某个遥远的恒星，而是我们这位新访客 3I 阿特拉斯。1977年 3I 阿特拉斯可能正处于太阳系边缘，远在冥王星轨道之外。或许他当时只是想提前给我们提个醒，他正在赶来的路上。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既未被证实，或许也永远无法证实，但同样，它也未被证伪。在我们对 3I 阿特拉斯的了解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这一点或许是最值得铭记的。面对此类天体，我们应当对宇宙的无限可能保持开放的心态。真相就在宇宙深处，且正朝着我们的方向而来。